我的准道侣大师姐就回一个男子，为他动了俗念，食髓之味，不知节制。但我却看出那是个披着人皮的妖修，被当众揭穿后，妖修剥皮自毁。大师姐却对我恨之入骨，说我毁了妖做人的机会。后来他修成仙身后，毁了仙门，抽我仙骨，废我修行，将我软禁暗牢，日日折磨。重新醒来，我回到揭穿他们的前一日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拦他追爱。师姐如愿，为爱放弃修行，入世为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师姐步月明下山的时候，师门一片静默。入宗门12载，倾尽了师门所有的资源以及师尊长老们的全部心力。他是所有弟子中最有潜力修成仙身，重振师门的。而现在距离仙门大会不到2年，若是这次凌云山再拿不出像样的成绩，分配的灵石将会进一步减少，弟子们的修行更难了。但他却做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。他为一个俊美孱弱的凡夫俗子放弃了即将成功的修行。清冷出尘的师姐站在大殿，她说，若没有他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我，若没有他，我便是修成仙身又如何？我已为凌云山付出了20年，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次了。我身旁的小师妹咬牙，大师姐为凌云山付出20年，还是凌云山培养了你20年？师尊养育你，师弟师妹们敬仰你，就算这些人的面子不看，难道师兄的脸面也一点都不顾吗？步月明默了一瞬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比起冷冰的道侣，我更喜欢有人味的伴侣。更低的话微不可闻，况且他怎么能和他比？修行者的容貌发育迟缓，特别是对我这样的要修。现在的我虽然容貌算得上眉清目秀，但身体完全不是那凡人男子的挺拔高大，和他自然无法相比。我伸手按住小师妹，上一世我阻拦了这一切。我以为步月明是为妖所惑，便当众揭穿了他带回来这个半妖的身份。妖自毁而死，他也留在了凌云山，夺了2年后的仙门大会的魁首后，勘破元婴期，甚至如期和我结成了道侣。只是在他后来登上高位后，做的第一件事，却是眼睁睁看着这仙门被毁，抽我仙骨，废我修行，将我软禁暗牢，日日折磨。那时候他踢出仙骨说的话，我现在还记得。若是当初我狠心一点，将你的仙骨给了阿尚，他必不会落到如此地步。我真是蠢，一念之人，铸成如此大错。所以，其实步月明一早就知道那个男人真正的身份。他知道那具皮囊下蠕动的是个什么东西，但就是这样，他也爱得下去。而我在那时候，却只是想着我费尽心力为他采回的仙草，炼制的灵丹能为师门尽一份力。我看着那些浓郁的灵力在他掌心翻涌，我求他，至少师门没有愧对他，请他重开结界，护住正在被围攻的凌云山。他说这无情无爱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仙门留着有什么用？不如一起为他的阿尚陪葬。这一世重来，我选择了成全。我上前一步，步月明警惕地看着我，按剑而立。那男人挺拔的身子微微颤抖，似根本站不住。他一手轻轻攥住大师姐的衣袖，站在空旷的大殿中，无辜至极，皮相动人，目光可怜看着他。我却是越过了他们，径直向外走去，对他们2人看都没有看一眼。师姐下山了。几位长老虽强打起精神重新选择合适的苗子，但时间显然已经来不及。好的苗子不仅要靠天赋和努力，更需要仙药灵石的喂养，这也是仙门大会极其重要的原因。门派中气压很低，长老们摇头叹气。又过了2日，还有些许有疑心和刚进门的弟子竟然趁夜不告而别。师尊沉寂了许久，命人清点库存，将现有的灵石平分给所有弟子，连我也分了10颗。我虽然在凌云山入门较早，但我之前专攻的是药修方向，上一世专心为步月明炼丹制药，助他修行，一心埋在丹药上，所以实战能力并不强。这一世，我摊开仙门地图，开始凭着记忆，一个个标注对应的灵药山谷。小师妹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我已经2天没休息。她看着我的憔悴，有些沉默。师兄，大师姐只是一时被那男人好皮囊迷了心窍，在我心中，大师兄才是最出众的。他生的的确很好，比起因为修行被延缓了容貌生长，
尚未定型的我和他相比，就像是尚在拔节的竹和怒盛的绿蒲柳。我现在都还记得步月明将阿尚带回来的情景，凡人力弱，不可攀仙阶。他十指相扣牵着他，一步步踏上凌云阶。在晨光落下之时，他们站在舞剑屏上，万千霞光和瀑布流光中，他伸手压住胸前散开的发，唇红齿白，不似人间物。我当时看定了。其他弟子窃窃私语，不时看我。大师姐仍牵着阿尚的手，软语叫他不用怕，而我则透过了那上好的皮囊，看到了他身躯下的东西。因为我能透视。那是什么啊？那是一个顶着人皮的半妖，人的部分和妖的部分正在缓慢黏腻融合，而我更没想过它竟然是那种妖。我脊背发麻。当天晚上我去找了大师姐，想要告诉她，然后便在冷泉撞见了让我难堪的一幕。那半妖低哑的询问声和大师姐面红自持的模样就在眼前，我听见她的呼吸乱了节奏。上仙真的不是嫌弃我吗？低低的哀怨。我从未，阿尚是我见过最好看、最好的少年。我不信，若是真的不嫌弃，为何？若是上仙厌弃阿尚，阿尚这就走。有人跌进了冷泉，水声乍起，然后那低低的询问声渐渐变成了呜咽和喘息。我退了回来。不久我就听说是大师姐追剿妖人时发现的阿尚。那时候那妖物逃了数日，已然要死，却宁愿自爆内丹也要往洞穴中跑。步月明好奇跟了下去，然后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阿尚。阿尚说自己是和母亲一起被掳过去的，母亲为了保护他，委身妖物，结果妖物出去数日都不曾回来。两人饿到极致，是母亲割了手腕喂血给他，已然没了命。他当时就抓着步月明的道袍下摆，仰着脸哀求，只求上仙帮帮我，将我阿娘的尸身带上去。大师姐将他们带了上来。因为在洞穴生活了很久，开始时阿尚的眼睛看不到东西，所以走到哪里都只能跟着步月明。他用抹额捆在他手腕，亦步亦趋带着他。某一日，他在山泉中沐浴时遇见了蛇，仓皇之下扑进了步月明怀中。向来矜持的步月明竟随他直接落了水，波光粼粼。他不敢睁眼，却不得不看，一眼心魔。步月明说要为他负责，既然带回来就要护住他。他后来来找我，给我送上了上好的灵石和灵丹作为补偿。你我之间不过是年少不懂事的荒唐，以后便叫我大师姐吧。他又说，以后你不用为我单独炼丹了，我不想阿尚误会。可是马上就是仙门大会，那时候我只想着，要是仙门大会失败，凌云派将会失去未来1年的灵石供奉。我试图说服他，而且阿尚如果真心为你好，他也不会想影响你修行的。而且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？步月明看我的眼神变了。够了，南宫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情。阿尚和你不一样，他只是个至纯的普通男子，你的些许嫉妒对他便是灭顶之灾，请你自重。他根本听不进去阿尚的任何坏消息，甚至不惜对我翻脸。他不知道，阿尚就像是一株菟丝花，正用力攀援着他向上爬。我看到妖物的身体融合渐渐加快，他在双修获得灵力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他对步月明的影响是从根子开始的。我最终还是将一切向师尊和盘托出，我不想他稀里糊涂。我拯救了他的修行，却毁了整个凌云派。我收回神，这一回按住了小师妹的肩膀。步月明有句话说得很对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仙门，怎么可能重振？这一世，我要凌云山名震四海，我要凌云山的弟子昂首挺胸地走进仙门大会。步月明下山的消息虽然被压住，但还是传了出去。再次确认了要离开的弟子都离开后，凌云山闭门谢客，所有门派暗自窃喜，都将2年后的竞争对手直接去掉了凌云山。而在这期间，凭着我前世的记忆，几位师弟师妹秘密带回了好些特有的灵药灵草。仙山之上的灵田中几乎种得密密麻麻，每种药力对应的修行和灵脉作用，在我的透视辅助中不断改善，同门进步很大。不出3个月，便有好几位弟子到了金丹期的后期，而我自己更是日夜不休。曾经那些耗费在步月明身上的时间，我全部给了自己。师尊在勘察完我的修行成果后，
难以置信地看了一次又一次。这一回，因为我的修为提升，我的透视能力变得更强，我甚至能看到修士体内灵力流转和缺损的部分，缺什么补什么。按照我的建议，所有的长老全数开始调整各自短板。师尊只叹息，要是不月明知道他错过了什么，他想要的并没有错过。曾经的不月明，即使身在高位，但那为他而死的阿尚却成了他全部的执念。在又一次复活阿尚失败后，他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扔在地上。滚烫的丹炉在我背上炙烤出刺鼻的味道，面巾被火焚贴在了脸上，我疼得出了眼泪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他的声音冷得像冰，一声声问我，你配用这张脸吗？这么绝色一张脸，你扮成他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开心吧？我在成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容貌将要长成型的时候，不月明用了手段让我生成了阿尚那张脸。从此我一生都不知道我本应有的模样，而又因为我只有他的脸，却学不会他的卖嗔脂粉神态。他对我反而愈发厌恶，每一次见我，我都要戴着面巾。我曾经也试过告诉他，阿尚其实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，甚至当日阿尚洞穴里那具尸体也不见得真就是阿尚的母亲。毕竟那时候洞穴中那妖物一心去找的就是阿尚啊。而阿尚被他救出来之后，足足3个月都不肯让他近身，难道还不能证明他有问题吗？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只是冷笑，你太脏了。这样恶毒的心思也只有你有。我最后问他，你知道他的本体是什么吗？他说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不在乎，因为养的灵草灵力太灵，不适应低阶弟子，我带人下山去购买一些普通灵草中和。这种灵草在凌云山下的村民那里便有，没想到采购的时候竟然遇到了步月明。他显然过得不错，锦衣华服，眉眼之中有淡淡的黑气，但目光依然骄傲睥睨。他下山后并没有远走，而是承包了山下的灵田。看见我来采买，他微微摇头，没了我，凌云山如今灵石枯竭到连灵草都种不出来了吗？他赏赐般说给我一个好价钱，而我看着眼前的他，只觉得有些可惜。步月明的天资很好，假以时日，他必是修行界响彻一方的人物。前世的他便是如此，仙门大会后，他在秘境中打通了体内的灵脉，直接飞跃进入大成期，是这一批修士中的第一个飞升之人。他站在云端俯视凡尘和凌云山时那种大权在握的姿态犹在眼前，无数修士在他面前垂首恭敬唤一声上仙。那一幕恍惚，这一世那些面带饥色的村民在他面前恭敬弯腰地叫他庄主。他这个人一直是慕强骄傲的，无论做什么他都要做到极致，无论是什么都要最好的，连种灵草都是这方圆50里最好的。他看着我挑选货物，忽然道，师弟似乎变了些，是要修行中断了吗？还是这些时日辛苦了？这段时间随着我修为的提升，因为丹药压制的容貌和身体都在变化。我点头，要修作为辅助，终究不能代替师门参加仙门大会，所以我选择了渐修。他脸上露出可怜我的模样，又踌躇了一下，施舍一般道，其实我不是不可以回师门，只要师尊同意我将阿尚一起带回，而你不嫉妒他，只要我这个同辈中第一元婴期在，凌云山在这次的仙门大会上必然能得个好名次。我笑了笑，这些就不劳庄主担心了。步月明自顾说，1个月，给你们1个月时间，这1个月你们来找我，这条件仍然作数。我转身离开，买了另一家价格便宜适用的灵草。临走时，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体内的金丹已经生了黑丝，可惜这个好苗子。1个月内，你要是后悔，想回来也来得及。他笑了，我和阿尚琴瑟和谐，得此良配，如若成仙，绝不后悔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离开凌云山并不后悔，但是你们失去了我，却该仔细筹谋未来的发展了。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我目光从他脖颈上拭齿的吻痕移开。我带着灵草回去后，便再也没有出去。毕竟要从头开始修炼，每日的练功、打坐、凝神、修行，耗费了我大部分的时间，而剩下的时间都给了师门的各位师弟妹。作为他们的大师兄，必然也得有大师兄的担当。
凌云山的首山神兽鹰昭被入侵者惊醒那天，我正式取得突破，进入了化神期。那个化形期的领头妖修被我一剑斩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颤抖着求饶。他们来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连续3个月，山中弟子因辟谷不再下山采买食材用具。外面的传言越发离谱，说凌云山因为修行独苗被废，整个凌云派一蹶不振，只剩下几个美貌女弟子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他们想着来捡点便宜。我在问他们是从哪里知道的，妖修说是从山下一个卖灵草的老板的英俊夫君那里听到的消息。他说完立刻补充，当然肯定没有上仙您英俊。他说的这个夫君自然是阿尚。我对此并不意外，妖之所以为妖，是因为他们少了人的东西。他们不懂情感，他们审时度势，寻找最出色的皮囊披在自己身上，谋最好的出处，若是得不到，就玉石俱焚。上一世的阿尚当众剥皮自毁，是想拖着凌云山一起陪葬的。我想起那一日买完仙草离开时看到的阿尚身影，他浑身精致，装扮到了极点，连头发丝的走向都精心安排过，浓烈张扬的脂粉气即使隔着灵田都能感受到。他盯步月明很紧，但那日步月明却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他。他那时一心想要在我面前展示他对师门的善意，因为他在意。修行这么久，近在咫尺的仙门大会即将开始，他怎么会真的毫无芥蒂？妖修还带来了别的消息，现在入世的步月明成了香饽饽，好几个小门派都在卖力招揽他，条件优越，想要他代替自己出席仙门大会。步月明给他们的答复是1个月后给答复，这也是他给我说1月之期的原因。他享受着一如既往被人尊崇的感觉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当年能站到高处，除了他自己，师门和凌云山为他付出了什么，穷尽整个门派的资源浇灌在他身上，人人都渴望着他能为师门争光。但是他在夺魁之后，却轻易放弃了分配的灵石，拿出高风亮节的模样说，所有灵石和资源都应该平均分配。凌云山小分的很少，长老以下甚至没有几个弟子能达到结丹期。这一次，这些曾被他占用的资源留给了每一个向心修行之人。这个小小的插曲之后，重启的封山大阵掩映了凌云山。这短短的1年，门中仿佛不知日月。在2次秘境降临之时，我凭着记忆带着师弟师妹前往，抓住最准确的时机，悄无声息地从中带走了无数宝贵的修行灵草。回来的时候，遇见经过了山下，那片灵田依旧如昔。步月明今日也在，他骑着高头大马，身旁是精致的朱红骏马并行，后面一众奴仆缓缓前行。阿尚伸手去牵他，我看见那惨白的皮囊下有什么东西在缓慢蠕动。不过1年，这半妖几乎快完成了融合。他的容貌依然英俊，侧头和步月明接吻的时候，身后的婢女含羞带怯地看着他，目光几乎难以移开。他显然享受这样的目光，故意偏身，腰上的香囊颤巍巍地落在地上。马车经过后，一个貌美的婢女走上前，将那香囊捡了起来，想偷偷藏入怀中。下一刻，便看见前面的步月明微微回头，他手上的剑光一闪，那婢女的手指齐刷刷被切断。惨叫声中，他冷声说：“你也配捡他的东西？”阿尚便说：“阿小，不要为我吃醋。他们第一次见我，难免失态，以后见得多就好了。”步月明的面上露出几分得瑟，谁叫我的阿尚是天下最英俊的男儿？阿尚柔声：“夫人是天下最好、最厉害的女子，当然要配天下最好的男子。堂堂修行者和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比较，恃强凌弱。”我收回目光，遇见向前，下面本应是元婴期的步月明并未察觉，直到我们已经离开，他才似有所感地抬起了头。如今的我，凭借几分仙缘和道恩，修行快到合体期了。合体期便是元婴和肉身完全达到合一的状态。我几乎忘记了时间，除了师尊和小师妹霍路偶尔相见，几乎忙得忘了时间。这1年中，整个凌云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修行本就是苦旅，无数的灵草灵药和取之不竭的丹药，将凌云山资质最差的小师弟都喂到了金丹期。这期间，偶尔听过2次关于步月明的消息。他千挑万选进了一个小门派，
才进去就是副掌门，整个门派所有的零食都尽数归他使用。俨然即将到来的仙门大会魁首将成囊中之物，美人和成功都近在咫尺。他在某次酒后忽然提起我，说我之前总一副为了他才做药修的辛苦模样，现在没有我，他还不是照样到了元婴后期。是的，花了将近2年时间，他进了一个小小的层次。我伸手抚上镜中的脸，做药修的确很辛苦，熬灯、后火、容温、承担，每一步都不能错。所以那时候的我整日都灰头土脸，甚至乱糟糟的模样。这一世没有了他那些严苛的用丹计划耗费时间，加上我的透视能力，只要变得易如反掌。重来一次，我也终于有机会看到我本应有的脸，一张和阿尚并不相同，但更为英武俊美的脸。仙门大会如期举行，和其他门派的倾囊而出不同，凌云山就去了3个人。我带队，师妹霍路和门派修为最低的金丹后期小师弟随同。大会在第一大派的擎天殿内举办，和上一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不同实力的门派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。凌云派只有1个外门弟子来迎接我们，更多的执事在门口等候那些头顶光环，可能赢得本次大会的佼佼者。美丽的女修婀娜前行，姿容出众的男修英姿飒爽，场面热闹非凡。步月明虽然如上一世一样出众，但是少了2年时间的培养。本应踏入化神期的他，还在元婴后期，得到的待遇跟上一世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。他前进时，所有人都看向他以及他身旁那个唇红齿白、俊美非凡的凡人男子。今日的阿尚精心打扮过一番，华丽的配饰，连发冠装饰了上好的灵珠，站在步月明身旁，显得如此醒目。他微挺着胸脯，带着微微的笑，欣然接受那些落在自己身体上的打量目光。步月明脸上重新露出某种自得和警惕，真是可悲，曾经的天之骄子，如今的自傲竟然建立在身旁搔首弄姿的男伴身上。我们戴着半面面具出现时，所有人都在议论那俊美的凡人男子，感慨难怪步月明为了他抛弃了曾经的同门师弟，完全不能比啊！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。小师妹霍路听见议论，眉心微蹙，便想要捏动法诀让那些人闭嘴。我伸手压下她的动作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曾经救过的女修忽然认出了我，轻呼一声南宫师兄。所有人的目光循着她的叫声看向我。不少人知道我和步月明曾经的关系，毕竟曾经的步月明那般出众，我作为他的附属也被众人熟知。低低的议论声传来，是他啊！难怪步月明会另择佳偶，看连脸都不敢露，想也知道他们俩差距有多大。是啊，凌云山这么没落，还非得为了一己之私逼人家选自己为道侣，害惨了凌云山。看吧，今年来参会的就3个人。我听说凌云山2年都没有开山门，估计是怕守不住山门。女修皱眉呵斥，乱说什么？南宫师兄是何等人物，你们到时候便知。他目光轻蔑扫过阿尚，便是这样的俗物，给南宫师兄提鞋都不配。场上便有想在阿尚面前表现的女修出言相帮，俗物？你找一个这样的俗物给我看看。嫉妒的话都不会说了。那南宫脸都不敢露，我看是个丑八怪吧。女修维护我，眼看就要吵起来。我微笑示意她不必生气，我们是来大会比试的，不是来比美的。成或不成，大会场上一事便知。我径直向前，而这时一旁的阿尚却似不小心，忽然一晃，手直接抓住了我的面具。呵，既然要看，便让你看得清楚。我没动，小师妹却坐不住。下一刻，她的长剑陡然出鞘，挥向阿尚的手，而步月明一拔剑格挡。今时机遇中，是阿尚带着歉意的轻呼：“哎呀，我不小心。”我没有动，任由半面面具被直接扯掉。一瞬，所有人都安静了。方才帮腔的女修微微张大了嘴巴，难以置信看着我。阿尚一瞬面无血色，而女修则一把抢过了将掉落的面具。看看吧，什么叫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。短暂的议论后，有人看向了步月明。这为什么会舍本逐末？怎么选的？只看脸，这是眼瞎吧？那天晚上，在宴饮中途离开时，我在小道偶遇到了步月明。
她换了一身新制仙裙，衣袂飘飘，清雅出尘。我目不斜视地经过步月明身旁时，她皱眉说：“凌云山现在已到这般地步了。之前我走时，记得那2位都尚未辟谷，你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带来？”随行的小师弟面前，涨红脸愤愤瞪他。我只是笑了笑。他不知道，我们都隐匿了修为，眼下的他在这最末的小师弟面前都走不过3招。他看着我笑，微微恍惚了一下，又平了声音：“到底师门一场，只要你们收起对阿尚的偏见，我这次得到魁首，在灵石的分配上会酌情考虑的。”他此刻孤身一人，没带阿尚，因为今日的事情，阿尚已然成了某种揶揄他的笑话。更因为在大会宴饮上，步月明不肯吃他给的半盏残酒，便和他生了气。其他修士看向步月明的目光带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嘲弄。这样一个不知场合、不知轻重、如此肤浅的男人，他究竟是爱上了对方的什么？我看了步月明一眼，他的目光定定看着我。我说：“想要的东西，我们会自己去拿，就不劳姑娘费心了。难道你不信我可以？”他的骄傲一瞬显露出来。这些年，我也算是有头有脸的。这2年，他虽有些荒唐，但仍算得上勤修，而且又得了那小门派的供奉，自视甚高。但是他不知道，他此刻的金丹早就被侵蚀的即将破碎，那半妖的痕迹浸透了他身体的每一寸。没有曾经我一颗一颗量身定制的丹药加持，他灵脉缺损的部分拥堵凝滞。这一世，就算他洗筋一骨，也很难突破元婴期了。我道：“信不信，比试中一试便知。”离开之后，小师弟回头，发现他还站在原地，愣愣看着我。但是我没想到，还没到比试的时候，争斗就开始了。步月明对擎天殿的大弟子动了手，要不是被执事及时分开，只怕会血溅当场。霍路在飞檐上看完了热闹回来跟我汇报，原来那个阿尚在受了冷遇后，赌气跑了出去，却正好碰到了擎天殿的女弟子。他忧伤哀怨，惹得那弟子蹙眉心乱。最后他抓着人家袖子擦泪的时候，那女弟子面红耳热，记住了这个柔弱无辜的男子。这时正好步月明要安心备战，对他亦稍微冷落了些，他便哭诉着自己被冷落，最后被步月明撞见1、2次，阿尚次次都说是误会，他是故意想让步月明吃醋。对于凡间男女那一套，阿尚学得很好，青出于蓝。这一次，那阿尚故意在冷泉沐浴湿了衣服，正好那弟子路过，便央求他拿衣衫过去，结果过来时一不小心扯住人家袖子，双双跌入了冷泉。和上一世一样，连场景都没有换一下。步月明气急，顾不得第2日就要比试和女弟子大打出手，结果在凡事不可一世的他，在拈酸吃醋的加持下，竟然只和对方打了个平手。小师妹全程观战完毕，她指出了步月明几个战斗中的关键失误。没想到曾经那个高不可攀的大师姐，竟然不过如此。她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天资出众，自己才会获得如此高的修为。但现在看来，其实修行路就如同登天梯，一步之差，谬以千里。如果当初他留在凌云山潜心修行，绝不可能后退到这样的程度。他的灵力凝滞，少了专门针对性的培育，根本无法支撑他的元婴期修为。小师妹目光灼灼看向我，南宫哥哥，你说他若是知道他错过了什么，该如何后悔？我瞪他一眼，叫师兄。他是否后悔，我已并不在意。我曾经有无数次后悔。我和他相识于微时，那时候我是灵田中昏迷的孤儿，他是刚刚被收进凌云山的外门弟子。后来我俩相互扶持，成为内门弟子，一起在收徒大会上脱颖而出。我以为我们至少是有些情感和赏识在里面的。我选他作为道侣，是因为他是我相识中最熟悉的人，我们曾有共同的修行志向和目标，而并不是于情爱上沉溺于他，非他不可。我怜他孤苦，天资聪颖却不得其出，费力为他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将他当成了自己。上一世，我试图拨正他的轨迹，或者至少让他数十年的修行不要白费，从而彻底扭转了我们2人的命运。这一世，我不再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，背负他人的命运。我有我的路要走，我不再看他，甚至不曾留意他的消息。仙门大会开始了，这一次
凌云山只出了3个人，我们孤零零的分别赴会，步月明则前呼后拥走在一旁。看到我独自赴会的样子，他似生了怜悯，向我微微点头。我移开目光时，他脸上露出几分轻视和可怜，周围也有人在轻声议论，言辞中说着我的可怜和步月明的重情。弱者总是被解读的一方。我长剑出鞘，飞身落在擂台上，周围没有同门的欢呼助威，也没有师尊、长老的叮嘱，但轻松连胜10场后，已成了在场所有人的目标。地上躺着毫无还手之力的个门派佼佼者，我手持长剑，连衣襟都未乱的半分，悬空而立。周围的人全部变成了难以置信的惊呼，为我准确无误能轻易看破所有人的弱点而连连称奇。比起之前对微不足道的容貌的赞叹，现在他们眼里只有绝对的实力。凌云山竟然有如此弟子，那为何步月明却那样废物？下面的步月明拼尽全力，几乎震碎了内丹，才险险站住。最后一战，虽胜犹败，早已丧失了继续的战力。他站定了，身形晃悠，狼狈中带着几分惨然。这个昔日凌云山最出众的弟子，现在成了一个几乎拼命也没法进入前10的寻常弟子。他身旁那个小门派的掌门和弟子都冷哼一声，径直走了。而他身后那个依然穿红着绿、张扬夸张的阿尚，没有上前搀扶，只呆呆看着我。竞技比赛才是原罪。落败的步月明直接摔昏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我已完成了所有的比试。他不知怎地悠悠醒转，此刻他的脸上竟无一丝血色，如同经历了一场大梦，只看着身上的衣袍和正好走到旁边的我。他浑浑噩噩，浑身是血，碎裂的内丹让他思绪混乱，分不清现实和梦境。师弟，我刚刚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昏了头，竟然放弃修行下了山，我梦见我竟然为了一个妖修伤了你。他的思绪断层，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，只迟疑着看向神色漠然的我，手指微微颤抖。月明姑娘已离弃凌云山2年，并不是做梦。他闻言神色一震，恍然一眼看向四周，片刻，眉间似压着深深的忧愁，发丝恰到好处地落在身侧，显出几分脆弱的角色。他伸手拉住身上的衣袍，师兄，是你帮了我吗？没想到你还关心我。这完全不是曾经骄傲的他会有的姿态和讨好。我平静道，衣服不是我的。旁边一个专门负责会场的小道童撇嘴，你谢错人了，那个是我盖的。我径直离开，走向众人惊羡和钦佩的目光。这万众瞩目的光鲜和尊崇本是曾经的步月明的，但现在他只能躲在人群的最后。天道酬勤，唯有努力不会辜负。步月明落败后就消失了，我再也没见过。直到某日，山门下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他的贴身婢女带来了步月明的消息。据说那个他曾经心心念念的阿尚，在他体弱时露出了本来面目。他竟然对步月明偷丹夺灵，让他彻底成了一个废人后，养在后宅。那阿尚说，曾经他好吃好喝养着我，如今我也是好吃好喝养着他。他曾如何对我，我如何对他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妖之所以是妖，在于其根本不能理解人是有尊严的。在被搓磨了大半年，步月明说动了一个每日给他送餐的侍女，让他带着密信来求我出手帮忙。我听完了侍女的诉苦，又听见他说步月明有亲笔信给我，便示意他上前。那侍女低着头上前伸手向怀中，刹那间一股妖毒横生，扑面而来。与此同时，我抬眼，一道金光连同威压直接切断了他的手腕。自不量力，那侍女扑棱一滚，竟然撕掉人皮，变成了阿尚的模样。原来他早就知道步月明的求助计划，所以将计就计，想要搏一把大的。他冷笑，你已中了我的妖毒，即使你现在是化神期，也毫无办法了。只要你乖乖的，等会剥你脸皮的时候，我会轻点。那日仙门大会，步月明落败回去后，一直不言不语，仿佛如以前和阿尚一起生活，他甚至还会给他作画。但阿尚却发现，他的那些画像竟然全都是我的模样。女人都喜欢皮相，他昔日爱我，现在爱你的脸，既然他喜欢这张脸，大不了我换上就是。我收紧手，他拼尽全力，却像是碎裂的花瓶一样散在地上。他被往腹中仍在挣扎，不就是一张脸吗？仗着自己有点姿色，
便想勾引我的女人。告诉你，他只是被你暂时迷了心智，他爱的是我，始终是我，只有我。别说你没揭穿我身份，就算当初揭穿我的身份，他也照旧会护着我。他爱的是我的全部，而不只是这张脸。我只是怜悯看着他。爱你的全部吗？包括你的真身吗？阿尚目光一瞬变冷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你的一切。你留在他身旁这么久，甚至不惜自封妖丹，只是为了延缓自己妖化的过程。既然你对你们的感情这么有信心，为什么会怕自己真身被看到后，他不能接受呢？阿尚立刻疯狂叫起来，你少威胁我。我没有威胁。现在步月明已经被救出来了，就在山下，你可敢让他看看？从他出现在山脚，我便一眼看出了他的伪装，认出了他。阿尚的声音带了恐惧和疯狂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他这样说着，却疯狂后退，转身想要往外跑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落下，一把剑迎面而来，直接刺穿了他。小师妹问他到底是什么，观其神态性情，像蛇。我摇头。他啧了一声，那是山西走蛟、蜈蚣，都不是。地上的血渐渐蔓延，阿尚难以置信睁大眼睛，步月明的眼神极冷。曾经那个令他心心念念、清俊淑色的男人，不过几年的凡世生活就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地上有东西正在蠕动。此刻所有人都看清了，阿尚的真身是黄鳝，还是最毒的望月鳝。这种鳝生下来是雌性，娇柔动人，但是等到它们第二次蜕皮后，就会缓缓变成雄性。这也是上一世的阿尚在显出原形之前不惜剥皮自毁的原因，也是他被救了之后装瞎却又很久不让月明靠近的原因。步月明可能喜欢很多男人，却不会喜欢女人变成男人，更何况一个曾经以女人身份侍弄过恶贯妖物的男人。而现在所有人都看清了步月明曾经喜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。这一刻，白月光死在了真相中。步月明颓然离开，后来的消息都是小师妹告诉我的。在我即将步入下一段修行炼虚期时，步月明成了如今的第二门派擎天殿里一个外门弟子。他洗尽易髓，从头开始，就像曾经那个少年一样，费尽全力，日夜苦练，但可惜收效甚微。曾经那些唾手可得的资源，他现在都要亲力亲为的去抢、去争、去等，甚至去求。这时候他方才知道，有一个专属的要修是何等幸运的事。曾经的凌云山为了他付出了什么，曾经的我为他放弃了什么。他也悄悄又固执向凌云山的同门打听我的动向，但得不到任何消息。后来小师妹再来说时，看我已不再关心，她渐渐也不说了。又隔了10年，新的仙门大会开始。这一次我作为特请的执事长老前去，却没想到在擎天殿前山看到了步月明。因为和凌云山有旧，他被专门安排负责此次接待。经历了这么多年，他虽然用尽了全部心力，但现在仍然还只是一个最底层的内门弟子。观其内丹正在缓慢筑基，但很可惜，因为重修需要的灵石不够，错过了时机，他的修行基本到顶了。他看见我的时候，只看了一眼，就颤抖着移开了目光。后来的宴饮中，我的位置上独独放了一份蜜花羹，这是步月明一点一点收集露水熬制的。当年的我也曾大半夜不睡觉，一点一点去接清风涧的竹子露水，只为了给步月明一份花露，助他修行。如今这样的东西却由曾经不可一世的他放在了我面前。他一直站在暗处紧张看着我，看我终于注意到那羹，伸手端起，他神色更加紧张，然后我将花羹移开。辟谷已久。他目光一瞬暗淡，手脚慢了，被同门叫了出去。其他曾经那些服侍我们的各派弟子，个个都是笑脸相迎，恨不得将最好的东西奉上来，只求得一个能进凌云山的机会。这也是步月明想要的，但可惜机会这东西只有一次。有些东西就像竹节的生长，过了那个时间就成了另外的模样。曾经的小师妹，现在的凌云山掌教端着掌门架子走进来，看到我微微一笑，然后麻利落坐在我身旁，一张手就是隔绝的结界，将外面的嘈杂一瞬隔开。不是说时间太忙不来吗？忙是很忙，
但是我想起那天喝醉时的话还没说完，得继续和你说说。他看着我一口未动的蜜花羹，目光微动。南宫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主意你。叫长老。长老，你知道的，我主意你。我承认，那天我是故意亲你的。你要不服气，你可以一会亲回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